Hello，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是2025年4月15号啊，今天晚上8点半，我们的直播呢准时开始。那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那你们是来自哪里的呢？也可以写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一下啊，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新同学、新朋友们啊，今天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直播的，这里呢也是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啊。那最近呢这个无论是美股也好，或者是港股也好啊，或者是全世界也好啊，真的是变动很快啊，所以呢，在昨天七法法做了一个直播之后啊，今天我也来做一个直播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最新的看法，好不好？那一开始呢，我也是为了今天的直播准备了很多的内容，那我们事不宜迟，就来看一下啊。那今天呢，主要是分4个部分 A、B、C、D。那你们想听哪一个内容多一点呢？你们就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你想听哪一个内容多一点，那我就在那个板块讲的更加详细，好不好 ？A 就是关于美股最近呢非常的动荡，那最近的市况有没有一些新的 updates 啊可以讲出来呢？如果你对这个板块更加有兴趣的，可以写一个 A。那如果你觉得 B 现在我们应该专注在什么股票啊？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写一个 B，让我知道一下。那 C 就是现在这些强势股它爆发之前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让我们在它爆发之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它，并且有机会把握它爆发之前的那个涨幅。那如果你对 C 怎么样去捕捉这些倍升股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写一个 C， 好不好？那 D 呢，就是怎么样去改善投资回报的策略。你对这个话题更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写一个 D。那如果你是全程参与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在现在我认为依然是一个赚钱艰辛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逃命的锦囊还有一个疯狂的礼物。如果你留到最后的话，我这个礼物也会送给你的，并且呢，也会有一个好消息呢，会告诉大家所以呢，大家听完了 A、B、C、D 之后，大家也可以选一下你对哪一个话题更加有兴趣？那我在那个话题呢，更加深入的去探讨更多的内容，好不好？那目前呢，我看到C 是最多的，然后 D 也是蛮多人感兴趣的，OK 然后有个别的观众朋友们对 A 也有兴趣。好，那待会儿呢，我来详细的讲一下美股的市况。OK，那我看到最多的还是 C， 对吧？看来大家也是对强势股更加的有兴趣希望在强势股暴涨之前能够捕捉到它所以呢看一下今天我在 C 这个部分讲的更加详细一点，好不好？最近天天新闻政治川普真的恐怖确实这个尤其是让我想起了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是类似的情况毕竟共同点就是特朗普他也是总统嘛所以当时候呢我记得投资的时候还是要密切的关注他的 Twitter 当时候还是 Twitter， 现在是 X， 所以呢现在虽然是一个非常波动的时候，但我们更加要留意的是股市是有一个周期的当波动的时候过去了也是会有一个牛市来临的那2018年年底的时候是非常的波动，但是呢当风雨过后牛市还是会来的。你可以看到2019年是一个非常炽热的一个牛市所以现在算是非常难受非常波动是一个非常难赚钱的时候，但是你也要记得的是，股市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当这个艰难的时期过去了牛市迟早也会有一天会到来的所以今天在开始之前，先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大家，好不好？那一开始呢，在讲到 A 之前，我还是先回顾一下过去我讲过的一些论点那在上一个我拍的影片当中，我有分享过，其实现在呢是一个很波动很高的时候，并且是一个当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疲弱的反弹，但是呢是不太好的一个现象那个时候呢，我记得还是在关税战之前就特朗普宣布关税战的那些细节之前发布的一个影片我记得当时候发布的时候呢，在那个留言区下面还是一片骂声，就是骂我，Rich，你现在看错了对吧？最近不是反弹了吗？还是说反正就是一片骂声然后
我也忘了他们讲什么，反正就是打开那个留言区下面看到好像都在骂我啊，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啊，但过了几天之后再去看一下那个影片，或者是看一下那个留言区，怎么突然间好像都在说，Rich 看的真准呢，现在好像是一个当时候讲中的一个话题啊，但我在那个影片当中也有分享到就是在未来如果股市是一个非常波动震荡的情况之下，有哪些板块是值得留意的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也结合了去研究过去熊市的一些经验然后去结合包括结合现在的时事、现在的情况到底有哪一些板块是值得留意的所以当时候呢也讲过有几家公司，比如说金矿股或者是黄金那你可以看到现在黄金又再一次创了新高那左边这张图是我在那个影片当中有讲到的重点。那你可以看到讲了这个重点之后，过了几天，现在呢GDX 就是它的金矿股的 ETF， 现在呢又涨了包括有一些个别的金矿股例如说 AU 那这些是更加强势的表现你可以看到最近呢是涨得蛮多的那另外一个也是受惠的有可能受惠的，当时我讲过的就是稀土的板块或者是股票。那当时我也讲过了 MP 这个是美国唯一一家大型的稀土公司那这些股票它都是有一个周期性的，而我观察到的是，在2022年，在一个熊市开始的时候，这些股票呢都好像是都能够受惠的并且再结合最近的一些基本面来看的话这些公司也是有一些潜在的一个机会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昨天 MP 涨了，你可以看一下涨了21%也是涨了很多很多所以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的，其实都大部分都讲的蛮准的所以我看到有个同学说，因为大众是大众赚钱的对家请不要这样说每个人都是也都是需要去赚钱而就是没有说赚钱的对家就是输嘛所以我知道你的这句话是想跟我说，不要停止技术分析的看法这句你的本意我是收到的但你的前面那一句我是有一些我觉得可以讲得更好就是这样。OK， 那下一张 slide 我来看一下，其实最近呢市场是非常的悲观的无论你是打开 YouTube 或者是打开新闻。打开其他的新闻报道电视也好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对于过去一个星期特朗普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反应，并且无论你是看股市也好，看社交媒体也好，你都可以看到都是一个很悲观、很恐惧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你可以看到股市是出了一个急剧的下跌而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在 GMT 或者是在我的那个 APP 里面我也讲过，其实呢我们是要冷静的第一，我们是不应该受到大众的一些情绪影响所以其实当他们恐慌的时候，我们是第一要冷静下来如果你是被市场的情绪影响的话你可能是需要冷静下来或者是你可以反思一下在一个专业的交易人的眼中会不会被市场的所谓的眼光或者是所谓的看法所影响的呢这个是我想带出的第一点。而第二点呢，我也讲出来，就是在上个星期一当股市到了最低点的时候第二天星期二我也讲了一些我的看法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在我的 APP 当中有写出的2个贴文。那我也讲到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市场是已经到达了一个恐慌抛售的时候，并且呢这种恐慌的抛售伴随着几个信号出现。第一个呢就是我看到股市这个是标普500标普500已经是到达了前一个熊市的高点，也就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那一个高点那个高点也是一个蛮关键的支持位。而过去那个星期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极度恐慌之后
到达了这个关键的支持位啊，是一个蛮值得留意的一个位置。另外呢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信号，比如说周线图的 RSI 是很少见的，到了一个30以下的水平，也是一个极度超卖的一个信号而且是一个周线图，并不常出现这种情况上一次出现是在前几年所以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另外呢，我们也观察到无论是纳斯达克或者是标普500也好，这两个指数当中的市宽，无论是20天线、50天线还是200天线的市宽，都出现了一个信号，就是这些股票都过分的被抛售，导致这些股票的市宽都低于20。那这里也可以侧面的反映现在的市场是到了一个极端的一个情况被过分的抛售，而一旦出现了20天线、50天线和200天线的市宽都到了20以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结合过去的数据去了解一下我们都观察到的是，在这种情况出现了之后很多时候短期之内都会伴随着一个反弹，所以呢，结合种种的信号我是在社群当中有讲到其实我们是应该保持冷静之余从概率、从直播率的角度去想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回报与风险比非常高的时候。虽然现在胜率可能会低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很恐慌，但是呢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最高直播率最值得挥棒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在社群当中有分享到我的一些看法那你也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星期股市呢都是有一个反弹并且看上去好像是能够修复失地当然这个是我对于过去的一些回顾，目前来说的话呢是看得蛮准的并不是我好像沾沾自喜的样子而只是作为一个回顾来看一下过去我到底哪里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我到底哪里做得好的时候我来回顾一下我的表现我的看法那我是看到是真的在过去呢是把握到了避开这一波的跌幅的同时间你如果有跟踪我的那个 YouTube 直播也好，或者是跟踪我的 APP 也好你都会发现，其实过去呢我都是在下跌的时候有做空的有买一些对冲或者是买一些反向的 ETF，而在那个时候呢，我也是提出，就算你在这一波涨幅的时候，这一波反弹浪的时候，你不参与，你不去买的话，你起码也要去停掉你手上的空仓所以你如果在我的 APP 里面，你有看到我的过去的操作我甚至呢是写了一个投资日记，分享我的一些看法和我的一些实际的操作那你会发现，其实在过去市场到了最恐慌的时候，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呢平掉了我的空仓所以如果我来回顾一下过去1个月或者是过去2个星期的操作的话呢，是做得蛮好的那好了，讲了一大堆我过去的一些内容，那现在呢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值得去重新买股票的时候呢？还是说现在还是只是一个疲弱的反弹之后可能会有再一波的下跌？还是说现在呢到底是不是有一些股票值得关注的呢？那今天我来分享一下我的看法那其实现在呢是不是一个容易赚钱的时候？我认为还没有我在年初的时候一直有讲过，2025年是一个赚钱艰辛的一年那直到现在，我也依然认为现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还没有过去。什么是艰难？什么是容易赚钱的时候你可以回想一下2024年，或者是2021年的时候，当时候呢是一个波幅比较小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呢股市都是能够很顺利的大涨小回是一个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明确的上涨趋势的时候，在那个环境之下呢，大部分的股票它都是能够维持一个 stage 2一个 uptrend 一个上涨阶段的时候，而那个时候也恰恰就是对于我们赚钱容易的时候。所以你问我现在是不是一个赚大钱的时候？
我首先会回答你不是，因为现在呢波动性依然是很大的所以呢现如今你都可以看到股市呢是非常动荡的在星期一可能会有一个大涨，然后星期二呢可能特朗普在推特里面讲了一些东西，他觉得中国不好或者是他又讲了一些新的关税政策然后市场对他的反应就觉得不太好，那有可能又会有一个下跌那星期二有了一个下跌，星期三特朗普突然间回心转意，他突然间又觉得有一些新的政策推出来那如果又是好的政策的话市场认为是好的政策的话，又可能股市又会有一波大涨然后那第四天星期四又有可能比如说什么中国反击觉得美国不好或者是欧盟或者是其他国家跟特朗普谈判有一些焦灼，那你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个星期，正就是这样的情况市场是波动性很大，并且呢是受到新闻所牵连的那市场的神经也是非常紧绷，也是时刻的盯着特朗普的推特当特朗普突然间宣布了一个消息比如说上个星期三，对吧？特朗普宣布暂停关税，突然间 Nasdaq 还是一个疲弱的反弹，突然间拉升到了超过10%，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呢波幅是很大的，但是呢是非常难赚钱的。如果你不是非常灵活，你不是一个超短线的交易者的话，其实在这波浪潮当中你是很难赚钱。所以呢，我在我的内部也是跟同学们分享现在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时候你要赚大钱的话你可以回顾一下过去，其实赚大钱的时候就是一些波幅小的牛市当中，而并不是现在的实况。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对于现在股市的一些看法。那当然这些看法呢我还是如毫无意外的话还是会觉得没有改变，直到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当特朗普他改变主意了或者是特朗普他说到他不会再有一系列的关税的时候，因为现在只是暂停，而并不是有一个撤回又或者是当这些风波尘埃落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再一次有一个明确的清晰度的时候，这个波动性才会降低才会有一个明确的趋势出现。而你要知道的是，特朗普呢他是就有点像这个九品芝麻官里面的方唐镜他跳出来就跳进去，打我呀笨蛋，对不对所以特朗普我认为他是非常的跳脱就跳来跳去的，而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也是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性对吧？比如说鲍威尔说现在要不要降息其实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不明朗的因素，他讲到的就是特朗普，对吧？他讲到特朗普的一些关税政策也是highly uncertainty 所以也会导致他现在呢也是不急着去降息这个也是鲍威尔在过去有讲到的话当然，现在特朗普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呢？这个也是市场会密切关注的一个点。那另外最近中国也是传到了现在呢好像是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备战的一个状态之前可能是有一些二级戒备可能现在呢是提升了它的那个姿态现在是进入到了一个24小时全面防守的时候。那这个也是你可以看到市场也是有时候市场也是你可以看到它对于特朗普的 reaction 是怎么样的也是经常可能会有一些报复的行为，比如说中国又对它再次加关税又或者是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要提升它的战时的姿态你可以看到它是提升它的那个等级又或者是你可以看到欧盟或者是其他国家对特朗普的那些关税政策到底最后谈判的怎么样那这个也是跟股市的波动性有牵连那只要这些波动性还在的话，我依然是觉得现在是一个赚钱困难的时候。那好了，在现在波动性这么大的时候，赚钱这么难的时候，我们应该专注什么股票呢？其实我们就应该去寻找那些
拥有网球效应的股票。那什么是网球效应？什么是鸡蛋效应呢？这里就简单举一个例子，你想象一下，你手上同时间有一颗鸡蛋，同时间呢有一颗网球就像左边这个小朋友那样那你同时间把网球和鸡蛋扔在地上的时候，鸡蛋会发生什么鸡蛋呢就是掉在地上，然后就碎掉了那就有点像一只股票在高位跌下去了，但它跌下去了之后没有承接，然后就一跌再跌再跌就像鸡蛋一样碎掉了那这个就是拥有鸡蛋效应的股票，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股票。那我们就要寻找的是拥有网球效应的股票。当网球掉到地上的时候，它会有什么反应？它第一时间当然是有一个反弹，并且是很有弹性的有一个反弹所以呢，这个就是拥有网球效应的股票。它有什么特征呢？第一，它可能相对大盘而言，或者是相对其他股票而言，它是拥有一个相对抗跌的表现。那第二呢，就是当股市大盘有反弹的时候，这些拥有网球效应的股票呢，它在反弹的时候，它都是领先的。那如果你看到有这两个特征的时候，代表什么呢？代表在下跌的时候，那些机构投资者是不愿意抛售这只股票。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如果这只股票它不抛售，它不被抛售所以它就会相对的抗跌而如果在反弹的时候，它是领先于大盘，也就代表着在这段时间投资者甚至是愿意在反弹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的 buying list 就是这只股票，所以呢，也就代表着它反弹的时候有一个更强力的弹力弹上去。那有没有一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寻找这些强势的股票又或者是能够帮助我们淘汰掉弱势的股票呢？那有一个工具就叫做 RS，那中文名字呢就叫做相对强度。那这个工具是什么呢？它就是来帮助我们评估一个股票在过去52周以内也就是1年，相对于整体市场的价格表现是怎么样的。那当然它是使用了一个加权的形式来计算的，所以呢，近期近1个月或者是2个月的表现，它的表现呢会更加的加分因为它是一个加权形式的计算方式，而市场上面的每一只股票，它都会有一个分数，在1分到99分之间都会有个分数的。那你可以看到呢左边就是我的 APP 里面，如果你打开突破买入的那个筛选器里面其中有一栏就会写着 RS 这个分数那你看到，比如说KGC这个黄金的股票，它的 RS 是977，那 RS 977代表什么呢？也就代表着在此时此刻，它的走势比市面上其他97%的股票要更加的强势。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帮助我们去筛选掉哪一些是弱势的股票，那我们就可以不用看了比如说你打开你的筛选器，你看到这个股票看上去好像很好但是你再看一下 RS，RS30，那它可能是非常弱势了，那我就可以淘汰掉，不把它放在我的观察名单当中。那如果你看到有一只股票，它的 RS 相对比较高，比如说它有80或者是85的话那看上去它是一个相对强势的股票，那我就可以把它放在我的观察清单里面，去密切的观察后续它有没有一个低风险的进场点。那这里呢，我也要讲一个很多人会误会的一个点就是当股市下跌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好的机会去趁低吸纳买入？一些人他都会忽略的是如果你去回顾一下过去这么多年涨得最强势的股票，其实它在大涨之前，它的 RS 本身就不是很低，本身已经是有超过85%，也就是说，这些强势的股票在它大涨之前，它的表现已经是跑赢了市面上85%的股票。但那些人可能就觉得，哇，这些股票好贵他们不知道 RS 这个概念，他们就只是会觉得，哇，这些股票好贵那我不去买这个股票，我去看一下其他便宜的股票好了吧？那结果你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贵的股票它就越涨越高，便宜的股票它好像并不怎么涨，甚至是掉头下跌。而
背后的原因，我接下来讲一下。那我来举个例子啊，那这个例子呢是2024年年初的时候的NVIDIA，那当时候呢是400多块啊，当时候还没有拆股，而你可以看到它在400多块的时候呢，已经是有了一个横向整固了一段时间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是在一个整固的区间里面啊，它并没有正式突破，并不是在大涨出现的时候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当它出现大涨之前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它的 RS ranking 啊，你可以看一下，我这里是特别标注了，用蓝色的字体标注了它的 RS，它的 RS 已经是90分。那如果你看到一张这样的图表啊，我假设你没有学过 RS 啊，你没有听过我刚才讲的概念，你只是看这张图表，你可能会觉得，哎，NVIDIA 好像好贵哦，它已经是接近新高的位置啊，那我要不要去看一下其他的股票？比如说英特尔，对吧？Intel 它好像比较便宜啊，没有像 NVIDIA 那么贵。又或者是老大 NVIDIA 那么贵，那我不如看一下老二好吧？AMD 看上去也不错啊，它也是相对没有 NVIDIA 那么贵啊，那如果你抱有着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就会错失那些涨好几倍的股票，甚至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去买了 Intel 你有可能你买了股票之后是掉头下跌的那你可以看到，当2024年过后NVIDIA 的走势是怎么样的它是涨了1倍以上虽然现在从高位有一些回调，但是呢，整体而言是相比2024年年初的时候是大涨了超过1倍。但是如果你是掉头看一下比如说 Intel，对吧？你当初你觉得它便宜，你就去买它结果呢，你可以看到弱者呢是越弱的，强者是越强的。所以呢，从这里我也想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真正大涨的股票，它在大涨之前，它已经是跑赢了市面上大部分的股票，而透过 RS 这个工具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筛选掉哪一些是弱势的股票，我们就不看了；哪一些是强势股票，我们就密切的关注。那在最近呢，股市是有了一个下跌，而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很多人他会有一个反应，就是最近大跌了这么多怎么办？我要不要不看股票了吧？还是选择放轻松等到股市涨回来了我再看或者是他会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生动的比喻香港人叫做 DApp 就把那个股票的证券股票的 APP 把它删除掉然后就觉得没事了，对吧？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鸵鸟的心态，但真正的如果你要做到超级回报，你要捕捉到强势的股票，其实股市下跌的时候，正就是寻找下一波超强势股的好时机。那为什么呢？那其实这一段文字呢是在我的APP 里面的专属文章里面有写到的。其实呢超强势的领导股在市场调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是表现相对抗跌，甚至是逆势上涨的。因为在这段时间呢，机构投资者他们是要考虑，我的资金要放在哪里？而如果你看到它相对抗跌，甚至是逆势上涨的话，也就代表着有资金是进入了这个股票里面，又或者说它在下跌的时候没有被这些机构投资者抛售，所以它就会表现的相对抗跌。那这里呢我们就讲了 RS 的概念。现在呢来考一下大家，现在如果你要2选1的话分别有公司 A 和公司 B，你到底会选择哪一家公司呢？那如果你觉得公司 A 看上去好像比较好的话那你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个 A 让我来了解一下你对于 A 更加有兴趣，那你就会买它。那如果你对于公司 B，你可以看到它的 RS 相对比较高哦那如果你对公司 B 有兴趣的话呢，你在留言区里面投票写一个 B 那我来看一下同学们你们会选择哪一家公司 ？OK。好，你们可以在留言区我们刚才开了一个投票，又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留言区写你的答案A 或者是 B 都可以OK 我看到大部分的观众朋友们都会选择公司 B而
有少部分的同学呢都会选择公司 A。OK 很有趣的一点我们刚才讲到了 RS 这个概念。那我们从这张图表呢，很明显可以看到，右边也就是公司 B 这家公司，它的 RS 会相对的比较高一点那我再来再来公布一下吧公司 A，我现在就公布它的名字它就叫做 NVIDIA 现在呢就是它的股价，它的 RS 就是66。那公司 B 呢就是 Palantir 那它的 RS 是98。好，那现在呢，你了解了两家公司的背景之后，再来给你们一个投票。现在你会选择公司 A NVIDIA，还是你会选择公司 B Palantir 呢？大家也可以再次投票。你会继续选择你的答案公司 B，还是你会改一下？哎，好像 NVIDIA 也不错哦。那我来投一下公司 A 好了。OK 我看到现在好像A 和 B 都好像一半一半我来看一下，哎，如果我看一下投票的话，很明显那个比例没有像刚才那么高少了一些人选择公司 B。OK 很有趣的一点。虽然现在我看到的情况是Palantir 还是大比数但是这个数量这个百分比已经要比刚才低了很多。OK 很有趣的一点好，那不如我来公布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好不好那下一张，那我自己呢，其实我自己是用了一个实际的行动我自己是选择了公司 B，并且呢，在最近上个星期当特朗普出了一些新的政策之后我也是马上录了一下一些最新的看法。那我也讲到我的一些选股的逻辑，那我也是分享到，在这段时间呢，我会选择去观看一些拥有超强势股票的特质的公司。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是选择了 Palantir而当时候呢，我也看过NVIDIA，但是呢，结合种种的因素，再加上如果我来结合用刚才 RS 这个工具来帮我判断的话，哎，我看到Palantir 它是相对的拥有一个相对强度相对其他的公司而言，它是更加强势，并且再结合其他的信号用了其他的方法，也看到现在呢 Palantir 也是符合超强势股的定义。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右面那张图，在我的投资日记里面有分享到我在86块多是买入了 Palantir作为一个试水温的注码试一下现在的市场水温怎么样。那我也是选择了 Palantir并且你可以看到现在呢也是有一个蛮好的回报而这里呢我是没有选择 NVIDIA那因为在过去我也讲到我是尽量的希望在市场反弹的时候捕捉到一些超强势的股票，而这里透过刚才的那个工具RS，你也可以看到，Palantir呢是拥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的 RS并且呢，你也可以看到它的 RS现在是一个蓝色的区间，也就代表着它最近的走势呢是跑赢大势的。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NVIDIA你可以看到它是基本上是在一个紫色区间，并且 RS 相对没有那么高所以也就代表着它过去的一个走势呢是相对的弱于大盘。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选择 NVIDIA，而是选择了 Palantir。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工具也是帮助我去判断哪一些是强势股票，哪一些不是强势的股票。而这里呢，也要分享一点RS 它并不是一个买卖信号你千万不要以为RS 越高是不是越好呢那你听了今天的直播，你看到 RS 99，那我就可以无脑的去买入，是不是这样呢？并不是的，因为如果你去看那些 RS 98、RS 99的股票有可能你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你去买 RS 99的股票，但是这只股票已经是涨了很多很多很多它已经涨到了一个高点已经是不断的创新高而且是远离了那个所谓的低风险的进场点所以如果你是盲目的看到 RS 99去买的话，你其实很容易
会高追一些涨了很多的股票。所以呢，RS 它并不是一个死的数字啊，你看到 RS99就去买入，而你要怎么样去应用呢？就是结合其他的技术分析一起去使用，而 RS 它只不过是一个镜子或者是一个工具，帮助你去筛选啊，帮助你去判断，哎，到底这一只股票它是一只强势股，还是它是一弱势股啊？所以千万要留意，它并不是一个买入的信号。那这里呢也是邀请大家如果你是没有下载过我的 APP 的话呢，你也可以去下载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错过我下一篇的文章。我下一篇的文章呢，会教大家怎么样去发掘下一波的强势的股票。那除了 RS 这个工具以外，到底还有哪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这只股票它是强势股票还是弱势呢？到底我要去选择哪一些股票，这样我才能把握到当市场出现反弹的时候，哪一些才是领头羊啊？所以呢，如果你没有下载过我的 APP 的话欢迎你们去免费试用一下，并且呢在不久的将来就未来几天我也会更新下一个文章，就是怎么样去把握到下一波的强势股票。那今天的最后呢，也是来分享一下这个也是今天最后的一个免费试用优惠今天如果你下载了我们 APP 的话你可以去免费体验我们7天的 VIP 的内容。这个 VIP 内容里面呢除了有刚才我所说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投资日记，或者是一些文章或者是影音的 VIP 的专属部分。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筛选器，比如说回踩基金的策略清单，以及我有分享到的一些关注的清单，我会分享一些我过去看到的一些强势股票，那我就会把它列出来分享给大家。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以下的各个工具都是会分享出来的所以如果你对这个 APP 有兴趣的话呢，赶快去把握今天晚上最后的一个试用优惠。那今天呢也有一个限时的优惠，就是如果你现在选择订阅一个年费用的话，那你也可以用一个6个月的价格去享用1年的权限，这个也是一个最后的超早鸟的一个价格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找到那个链接去了解更多。OK， 那最后呢我来看一下各位同学们有什么问题。OK 如果你是加入了 GMP，这个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那非常感谢你的支持那这个工具呢，其实是跟 GMT 不一样的那GMT 我们会更加专注去讲港股和美股那期发法会负责港股和基本面的部分，那我会负责讲美股和技术分析的部分。那这个工具，这个 APP 除了讲到美股和技术分析之外呢，也会分享一些我的一些操作，以及我是怎么样去看待现在市况的一个最新的 updates，我都会在这里去更详细的去讲解以及这个 APP 里面也会有2个我比较常用的一个筛选器的策略。那你下载了这个 APP 之后，你也可以去用这些筛选器去寻找那些强势股票那这个也是这个 APP 跟 GMT 一个比较大的分别。那如果你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大家记得点击留言区那个链接，把握今天晚上最后的一个优惠。那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拜拜。